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六，今天要来讲我的低门槛减脂计划。如果最近你想要进行减脂的话，不妨跟着我一起开始哦。我的减脂计划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是外食族，每天除了工作、运动，还要陪母鸡散步，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买一堆食材在家里面自己备餐。所以接下来的减脂饮食内容不会是那种养生到你整个人都快要升华飞天的有机健康餐，也不会是那种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在家里面自己备餐的高门槛减重食谱。我要先澄清，我对于自己备餐绝对没有敌意。如果你可以完全自己煮，不管对于热量的掌控或是营养或卫生，都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之前曾经尝试过一阵子自己备餐，真的没有办法持之以恒啊！好吃又营养的食材不容易取得，而且像我这种厨艺还好的人，有时候整个餐盒看起来就会很像吞。像是我之前尝试做酪梨熏鲑鱼全麦面包做茴香叶跟 sour cream， 我就特地去了 Costco 买了熏鲑鱼跟酪梨，然后还去香料店找了茴香叶，可是我就是怎么样都找不到 sour cream， 结果没有酱的状态之下吃起来超级干，剩下来的熏鲑鱼到现在都还躺在冷冻库里面。那次失败之后，我体会到啊，如果在减重食谱的准备工作太繁复、太麻烦的话，就注定了它会失败的命运。我觉得减重的真理是容易执行，不花时间，不让自己感觉到太痛苦。可以吃咸酥鸡，可以吃新贵派，还可以吃海鲜青酱意大利面。当然，让自己减重过程不感觉到痛苦，并不是没有规则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还是得对自己的饮食做一些调整。接下来我就来分享我是如何规划我的减脂期饮食计划。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先决定体重下降的目标，还有减脂期的时间。像我设定，我这次减脂期将进行4周的时间，体重下降的速度是每周0.5公斤。因为我这次减脂目的是想透过降低体脂的比例，让我身体肌肉线条更明显。如果进行的顺利，4周后的体重将会降低2公斤，那也就是48公斤左右。那一般来说，减脂期的时长设定都不建议超过3个月的时间，因为减脂期如果设定的太长，长时间热量摄取过低的话，都有可能会有影响身体代谢率的风险哦。另外啊，每周体重下降的速度千万不要太快，我觉得1周降1公斤已经是极限了，不要比每周1公斤还要多，体重以稳定的速度下降，计划能够顺利走完，用健康而且可以持续的方式进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一个身高160公分，体重80公斤，想要减掉30公斤的人，那应该分配好几次的减脂期，一点一点把重量减掉，而不是期待在单一个减脂期就减掉30公斤。而且每完成一次减脂期之后呢，一定要回到正常维持体重的饮食跟运动计划，回复几个月之后，再次开始进行第2次的减脂计划。第2步，要计算自己的 TDEE， 也就是维持现有体重的每日摄取总热量是多少。关于 TDEE， 我之前已经有拍过一支影片进行详细的解说了。如果还不清楚 TDEE 是什么，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计算跟运用 TDEE 的话，都欢迎点这边的链接进去看哦。那像我的 TDEE 啊，就是1800，也就是说，如果我每天固定吃进1800大卡的食物，照理来说，我的体重呢就会一直维持不变。那要减脂，摄取的热量就要低于1800。第3步，设定减脂期间每天能够摄取的总热量还有营养的比例。那在减脂期的总热量摄取呢，建议是用你的 TDEE 减掉大概2到300大卡。这边我会建议可以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降低热量目标，在一开始的1到3周可以先降个2到300大卡左右，先让你的身体适应热量摄取降低的这件事情，也让自己习惯每餐都会有一点微微饥饿的这个感觉。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大砍500大卡，这样子对我们身体跟心理状态的变化都太大了，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举牌起投降放弃了。接下来是营养比例的设定，我不管是减脂期或者是增肌期，我都倾向于选择比较平衡的
营养比例，那就是碳水35%，蛋白质30%，脂肪30%的这个比例。好，说到这里，其实有一派的说法是 TDEE、体脂比例、基础代谢率或是食物的热量计算等等的数据都不是准确的数字。那如果不精确，就不需要去计算了。但是我的看法是没有错，这些数字都不可能100%正确。但是记录热量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你能够透过记录你的3餐饮食内容，去更了解你的饮食结构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像我家附近的有一家我很喜欢吃的沙爹肉片冬粉，以前我觉得冬粉很瘦身啊，每次只要有什么选择我都会选冬粉，我就觉得热量好低哦。结果一量才发现，其实冬粉的碳水高的吓死人，一碗沙爹肉片冬粉的冬粉占了我1天总热量的1半，直接扣打不见了。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认真记录自己的热量，一开始的时候啊，如果遇到热量一直爆掉，千万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记录热量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获得对自己饮食结构更透彻的了解，而且了解我们能怎么样更有效的分配3餐，知道哪些东西该吃，可以怎么样吃我们想吃的东西。透过练习跟学习，我们就可以更轻松的达标。另外不要忘了，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些数字不完全可信，所以我们在减脂期间就一定要做好规律的体态跟体重的记录，并且每周做审视之后呢，再来决定有没有调整的必要。最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对于以上这些热量、体重还有营养成分的设定步骤，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但其实我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在里面设定好了。我是下载这个 FitnessPal 的 app， 在上面设定热量目标、体重目标跟营养比例，还有在上面做我每天热量的追踪跟记录的工作。我是没有升级进阶版本啊，因为基本版的功能我就觉得是蛮够用的。好，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是这样。接下来的4周我还会分享适合减脂期的运动跟成果哦。如果你还是不知道自己该设立多少目标，或者在执行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我会尽力的回答。希望你喜欢影片，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